18世纪的欧洲，因为火药、六分仪以及远洋帆船的大规模使用，让人类有了能够彻底征服海洋的感觉。另一方面，远洋的水手却依然被一种看不见的杀手折磨着。那时候导致水手死亡的最主要的原因不是海战，也不是风暴，而是一种连当时的医生都无法解释的疾病。这种病会让人牙龈流血，伤口不愈合，最终呢，水手们会缓慢的死去。有人说这是给水手的诅咒，所以把它称为水手病。在那个年代，一艘船从欧洲的港口出发，最严重的时候会有超过一半的水手死在远洋的路上。当一件事儿没法被合理解释的时候人们就会产生各种迷信的说法。有人说这是大海湿气太大，对人体造成影响；也有人说这是海神对水手的诅咒，因为他们冒犯了大海；还有人呢认为这是长期吹海风造成的。但其实即使在那个时候也已经有人发现了，就是当一艘船靠岸之后那些极度虚弱、得了水手病但尚未死去的水手们，如果给他们吃不同的东西，他们的恢复速度也会有所不同。其中吃柑橘类水果的水手他们的恢复速度最快。当然这种偏理性的研究成果最终被淹没在当时大量迷信的噪音里。但是有一位船长选择相信这个理论，他就是被称为英国的哥伦布的库克船长。库克船长在南太平洋的探索让他声名远扬。他是第一个发现新西兰是2个岛屿的人，他是第一个勘探澳大利亚东海岸的欧洲人，同时也是第一个发现夏威夷和塔希提的欧洲人。库克船长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就是因为他不固执、不迷信。他坚持让船员每天喝柠檬汁，吃船上携带的酸菜。一开始呢，水手们并不相信这样有效，但最终呢，结果证明库克船长是正确的。在经历几个月的长期航行之后，库克船长的船员没有一个是因为水手病死亡的。后来呢，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，这种所谓的水手病真正的原因也不再是秘密。其实呢，就是因为船员长期在航海的时候没法吃到新鲜的蔬菜和水果，所以导致他们严重缺乏维生素 C， 所以呢，就引发了现在被称为坏血病的这种疾病。而库克船长当时采用的办法就是携带能够长期保存的柠檬和酸菜，刚好就能帮助船员每天补充维生素 C， 所以呢，他们就不会得坏血病了。所以你看，征服大海当然需要先进的航海术，需要和天气作战，有时候呢还需要和你的敌人作战，但更重要的是让库克船长能够3次探索南太平洋完成他的壮举的，不是别的，而是那个并不起眼的柠檬。好，刚才这就是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孤山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